大家好，今天收到兰桂坊团购回来的兰花，一共是2盒，这是其中的1盒。这一盒是11颗富贵兰，这一颗还是带花的。小心一点把它弄出来，不要把花弄断了。这些富贵兰的包装非常的特别，都是用海绵裹住。用海绵裹住的目的就是防止这些兰花在运输的途中互相碰撞引起的损伤。这一颗看上去不论叶子和根都非常的健康。这些富贵兰来的时候是没有名签的，只有一个号码。在打开这些富贵兰之前，首先要把这些名签做好。我通常在做这些名签的时候做了比较仔细，买回来的日期还有在哪里买的都写在这个名签上。做了这些记录，对以后的追踪就比较方便了。一看名签就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在哪里买的。打开这些袋子之前，首先要把名签做好，要不然不小心把它们搞混乱了，就不知道是谁了。因为这些富贵兰都长得差不多，没有一点经验，还真的分不清哪一颗是什么名字。这一颗富贵兰的情况也非常的好，叶子根都非常的健康，而且还有几个小苗。掉了一片叶子，在运输途中偶尔掉一片叶子也是非常正常的。看看这些根，非常的健康。还好这些袋子都写了号码，只要对上号码就找到它的名签。一个一个的把名签放好。下面这一颗看上去还是挺好的，也有一片干的叶子。这一颗也有几个新的苗，非常好。这颗的叶子有一些红色的斑点，这些斑点不是病虫害，是因为阳光的照射而产生的叶液。有的叶子会变成黄色或者是浅绿色，有些是变成红色的，所以叶子发现有这些颜色的话呢，是正常的。接下来的这一颗是比较小型的富贵兰。富贵兰的植株有的比较大，有的是偏小的。这一颗应该是偏小型的兰花。别看它植株那么小，它也是成苗，也有机会开花。接下来这一颗的情况要怎么样呢？看上去叶子根还是比较健康，也有一片干的叶子。再看一下这一颗，25号，首先把这个名签找出来吧。这一颗的植株也是非常满意，到目前为止，每一颗都比较健康，而且每一颗都有新苗长出来。富贵兰是一种非常容易种植，也非常容易开花的兰花。它没有蝴蝶兰那么娇气，
也没有卡特兰或者是石斛兰的植株那么大，体积非常的小，不沾什么地方。对温度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不是太冷的气温就可以。它对光线的要求比较高，如果是种植在室内的话，最好是用植物灯。有一些品种需要高强光，它的叶子才能产生叶液。对水分的要求是见干见湿。富贵兰的种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等所有的植料干了才再浇水，一定要有一个干湿的循环。种植富贵兰的植料可以用树皮、桃粒。一般的富贵兰种植都是用水苔，而且是用中空法来种植。所谓的中空，就是中间的地方是空的，没有植料的。这样的种植方法就更有利于里面的空气流通。空气流通了，根就不会那么容易会闷坏。对肥料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每2个星期给它施一次肥，薄肥勤施也就可以了。冬天它虽然没有休眠期，但是因为天气寒冷，它也停止了生长。在它停止生长这一段时间，要稍微的给它控水，也就是说浇水的时间要拉长一点，而且这一段时间就不需要给它施肥了。春天就开始正常的给它施肥浇水，很快它就能长出花苞。它的花期是在春天到谢天这一段时间。11棵枫兰已经上盆了。枫兰上盆的视频我在6月3号跟大家分享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个视频。关于怎么样给水苔种植的富贵兰浇水，我在5月5号有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我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都是给它泡盆，大概1个星期左右就泡一次。用陶盆种植，今天还是第1次，我会继续分享，看看哪一种方法更好，哪一种方法对富贵兰的生长更有效。